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马兴瑞这次算是彻底落定了。很多人第一眼看公告会盯着那几条罪状，觉得无非还是老一套：政治问题、作风问题、家风问题、收钱问题，听起来都不新鲜。但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这些字眼本身，而是他们怎么排列，哪些话说重了，哪些话故意没说满，哪些地方压住了，哪些地方放过去了。这份通报最刺眼的不是问题很多，而是他把马兴瑞的性质定得比很多人预想的更明确。他说他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几句说明限定的是政治立场，后面再接着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严，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家风问题，最后才是涉嫌受贿。顺着这个顺序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份单纯冲着经济问题去的通报，它更像是在说马兴瑞的问题不只是收了什么，帮了谁，家里谁伸了手，而是他这个人已经从一个能干事的地方大员变成了一个让系统必须重新定义的人。先说最容易被普通人误解的部分，很多人一看到为他人谋利、违规安排工作、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收礼品礼金，就会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中国官场里很常见的那些灰色操作吗？说重一点是问题，说轻一点，很多人身边也不是没见过。尤其是安排工作、打招呼、帮亲友调动、替熟人牵线，这些在体制内外都不稀奇。可这里要注意，通报不是在替谁洗，也不是说这些事儿就不严重，恰恰相反，正因为太常见，所以更能看出这份通报真正想表达什么。他没有把马兴瑞写成那种典型的明码标价、批量卖官，形成小圈子、形成山头的人物。他没有把重点放在那种最粗暴、最直接的组织性买卖上。他也没有把它写成那种靠军工系统内部利益链条大吃大喝，把整个行业吃空的人。换句话说，这次定性的重心不是他有多黑，而是他在哪些地方黑，黑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差别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省部级干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最后被通报成大规模卖官追决，形成盘根错节的小团伙，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写法意味着系统要把它当成一个已经塌方的权力节点来处理。但这次的文本没有完全往那个方向推，它更像是在说马兴瑞的问题集中在3个层面。第一层是身边人和家属的问题，第二层是人情社会里那些看起来不算最硬，但实际上很致命的利益输送，第三层是他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继续被信任的条件。这3层叠在一起，才是今天这份通报真正的味道。很多人喜欢把马兴瑞这类干部简单归类成技术官僚、航天出身、工程、口能干事，这些标签都没错，但都不完整。马兴瑞的厉害不只是他懂技术、懂工程，能拍板、能推进项目，而是他一路走过来的位置恰好都在最容易出事也最容易立功的地方。他先是从航天系统出来，天然带着强烈的工程化思维。这种出身的人做事通常不会太虚，习惯讲结果、讲推进、讲执行。到了深圳、广东这样的地方，又正好赶上企业多、项目多、利益密集、节奏极快的阶段。再后来去新疆，面对的又是另一种复杂环境，那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治理，而是高度敏感、高强度、高压缩度的治理场景。这就决定了马兴瑞不是那种只会坐办公室写报告讲原则的人，他是那种真的会往下压、往前冲、往里钻的人。这种人在正常时期很有用，一到关键节点更容易被上层看重。但问题也在这里，一个人越是能干，越是容易被放在更大的盘子里。盘子越大，边界越松，周围围上来的人就越多。你以为你是在推进工作，实际上你周围已经开始堆人情、堆关系、堆利益、堆诉求。这时候最怕的不是你亲自伸手，而是你身边的人开始替你伸手。这次通报里对身边工作人员失察失管这句话分量很重，它不是一句表面套话，它意味着上面已经不再接受下面人自己乱来。我并不知情这种解释，因为在这种级别上
身边人不是偶然冒出来的，秘书、亲属、合作方、熟人，长期圈子都是一起长出来的。你长期默认这种结构，它就会反过来定义你。所以马兴瑞真正危险的，不只是某一笔钱、某一次打招呼、某一次照顾亲属，而是这些事被串起来之后，呈现出一种很典型的高级干部沉默路径。先是能干，接着被倚重，然后事情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最后你自己还觉得很多事不过是顺手帮一下，但系统已经开始判断，你这个人已经不再安全了。这才是为什么很多人看这份通报，会觉得它不像单纯的反腐通报，更像一种政治切割。再往前看，马兴瑞为什么会让很多人觉得可惜？说白了，是因为他确实做过一些对企业、对地方、对具体项目很有现实意义的事。这个人不是那种只会空转的人。他在深圳、广东时碰到的是中国最活跃的市场区域，在新疆时面对的是最复杂的治理环境之一。在这些位置上，他的风格是硬、快、直接。也正因为这样，他跟企业圈、工程圈、系统圈的关系就非常深。他不是站在外面点评企业的人，他是进去过、压过、救过、拍板过的人。中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兴在遭遇美国制裁之后，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企业自己的事，但在国内的权力结构里，这类事情往往会迅速升级成地方、行业、中央之间的联动问题。马兴瑞和中兴之间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行业出身和系统连接上。对中兴来说，他不是一个陌生的政治人物，他是能直接沟通、能传话、能推动协调的那类人。华为也一样，很多人只知道华为后来和更高层的关系越来越近，却不一定清楚最初那条线是怎么搭起来的。早期华为和上层之间并不是天然就通的，从政治信号到现实利益，从地方资源到中央关注，中间需要有人把路搭出来。马兴瑞恰好就是这种搭路的人之一。这里要说得更直白一点，在中国的高层政治和大企业关系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你认识不认识，而是有没有人愿意替你引路。你没有路，企业再大，信号也发不出去。你有了路，一个考察、一张合影、一段行程都能被放大成实际政治资本。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总觉得马兴瑞和一些企业、一些家族、一些关系网络之间不是简单的公务往来，而是带有明显的利益编织。这种编织一旦成型，外人很难拆开，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只是在办事，可所有人连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圈。马兴瑞的问题还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很多地方干部能干、敢干、能协调资源，往往就意味着还有上升空间。但现在上层对干部的要求变了，不只是要你能做事，还要你绝对可控；不只是要你推进项目，还要你不形成自己的势力；不只是要你把事儿办成，还要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自己就是一条独立的政治线。这才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放在这个框架里看，马兴瑞就不是单纯能力强所以出事，而是能力强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成为系统必须防范的变量。这类人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既能干活，又容易聚人，既能解决问题，又容易形成自己的资源池。在一个权力越来越集中的体系里，这种人前期很有用，后期很麻烦。所以这次对马兴瑞的处理，给人的感觉不是偶然，而是迟早。他过去的履历越亮，今天的定性就越重，因为上面要传达的不是这人做过什么项目，而是这人已经不能再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理解了。很多人喜欢用盖棺定论这4个字，但真正的盖棺定论不是把几条罪状念完，而是让外界明白这个人过去的政治价值、地方价值、行业价值已经全部被重新计算过了。他不再只是一个能干的干部，也不再只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大员。从今天起，他首先是一个被定性的对象。这件事还有一个现实含义，那就是中国高层政治里很多看起来最稳的人，往往恰恰是最早被系统盯上的人，因为他们做事太多，留下的痕迹太深，身边的人太杂，利益链条太长。你在位时觉得这些都是能力的证明，等到风向变了，这些
就都可能变成证据链的一部分。从澳洲这边看，这种逻辑其实并不陌生。澳洲的制度当然不一样，公开透明的多，司法和媒体也更独立。但哪怕在自由制度里，权力一旦和关系网、行业游说、资本利益纠缠太深，也一样会出事。区别只是澳洲更强调程序和公开，中国更强调结果和控制。所以一到这种节点，处理方式、叙事方式、定性方式都会非常不一样。回到马兴瑞本身，我的判断很简单，他不是那种纯粹靠投机上位的人。他确实有能力，也确实做过事，但他的问题也不小，而且不是一两笔钱能解释的。他的危险不在于他是不是最贪的那个，而在于他是不是在某个阶段已经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太复杂、太沉重、太需要被重新切割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他可惜，因为可惜的不只是一个干部倒下，更是一个典型样本，告诉所有人，今天的体制逻辑已经不是单靠能干就能平安，能干只是入场券，真正能不能留到最后，看的是你有没有边界感，有没有政治敏感，有没有把自己和周围那张网切开。马兴瑞显然没有做到，或者说到了后来他已经做不到了。如果再把时间线拉长一点，这个判断会更清楚。马兴瑞早年在航天系统里属于那种很典型的技术型干部，这类人最初上升靠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关系，而是项目、成绩、执行力。因为你真的能把任务做出来，所以会被往上提。可一旦离开单一技术系统，进入更复杂的地方，治理逻辑就完全变了。地方不是研究院，省市也不是单个项目组，地方治理看的是资源调配，看的是关系平衡，看的是政治站位，看的是你能不能在不同利益之间把局面撑住。所以马兴瑞后来的履历本质上是一条不断换场景的上升线，从航天到深圳，从深圳到广东，从广东到新疆，每一次都像是被放到一个更难的场里去试。这说明上面一直觉得他可用，但也正是因为可用，他的身边人、合作方、关联企业、熟人网络也在每一站跟着扩张，扩张到最后，很多人未必还在乎你具体是什么职位，他们在乎的是你还管不管事，你还接不接电话，你还能不能给一句话。这种状态一旦形成就很危险，因为权力一旦被人格化，很多原本该走制度的事情就会自动改成走人，一旦走人就有了空间，一旦有了空间就会有利益，一旦有了利益就一定会有人把边界试探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通报里一定要提对身边工作人员视察试管。这句话不是说你没看住一个秘书这么简单，它的潜台词是你这个人周围的生态已经坏了，不是一个点坏了，是一整层坏了。秘书可能只是入口，亲属可能只是中继，熟人可能是跳板，企业可能是放大器，最后所有这些东西会在一个时间点一块反噬回来。而且从政治语言上看，这类通报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作用，就是切割能力和忠诚之间的关系。很多高层干部最怕的不是说自己不够聪明，最怕的是别人认为你太聪明、太能干、太会经营关系，于是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已经在准备一条自己的路。在一个越来越强调统一、集中、可控的体系里，这种怀疑一旦出现，很多过去的成绩都会被重新解释。马兴瑞恰好就是这种容易被重新解释的人。他的过去太像一个干成了很多事儿的干部样板，但今天的系统更想要的不只是样板，而是服从。样板可以被表扬，服从才是安全。这两个词看起来接近，实际上差别非常大。再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但通常不敢展开说的点，就是企业关系。马兴瑞和中兴、华为之间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复提，不是因为这些公司一定都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太能说明中国权力和产业之间的真实运作方式了。中国的大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很少能完全脱离政治环境。你不是只靠市场逻辑在活，你还要看谁能帮你接通制度资源。中兴在最危险的时候，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修补，而是政治救火。华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的不只是订单和产品，
而是更高层面的信号确认。马兴瑞这个人恰好就在这条线上，他既有产业出身，又有地方主政经验，还能和更高层形成交集，所以他自然会成为很多企业找路时会想到的人。但这里的问题也很明显，当一个官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一起把路打通，这个关系就不再只是行政协调，它会越来越像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里面的人都会说自己只是正常办事，可外部一旦开始清查，所有正常办事都会变成要解释的东西。很多人现在回头看马兴瑞，会忍不住问一句，他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的看法是，这不是某一个错误直接导致的，而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结果。他一路都在最容易立功的位置上，所以也一路都在最容易滋生问题的位置上。他自己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在解决问题，但系统最后会问，你解决问题的同时，是不是也把一整套围绕你的利益链条养大了？这就是高级干部最现实的矛盾。你越能办事儿，越容易被托付；你越被托付，越容易卷入更多不该你亲手碰的东西。你越卷入，越容易让别人觉得你已经不只是办事儿的人，而是那个能决定事情怎么走的人。一旦别人开始这么看你，你就已经危险了。所以这次通报真正的含义，不只是马兴瑞个人倒下了，而是他再次提醒所有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里，最值钱的东西已经不是会干，而是可控；不是能解决问题，而是不会制造新的问题；不是做出成绩，而是别让成绩变成独立资本。从这个角度看，马兴瑞的路径其实很典型，也很残酷。典型在于，他确实是靠能力和实际一步步上来的。残酷在于，正因为他太像一个成功样本，所以当系统决定收紧时，他就变成了最容易被示范性处理的人。这不是一个人的偶然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制度回声。如果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干得好就有前途，现在的规则变成了干得好不一定有前途，但干得太好，关系太多，位置太重，一定会被盯上。你没有边界，就会被边界反过来定义。所以马兴瑞这件事，最后看下来不是简单的贪腐故事，它更像是一段权力人生的收口。前半段看的是能力，中段看的是位置，后半段看的是风险。而今天，风险已经把前面两段全部盖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次不是风声大于点小，而是盖棺定论，真的来了。因为他定的不是某一笔账，而是这个人的整体命运。回到标题，马兴瑞这几个字，今天已经不只是一个名字，它变成了一个样本，一个关于能力、关系、边界、忠诚和结局的样本。看懂了这个样本，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地方大员最后都不是输在一件事上，而是输在整张网。而这正是今天这份通报最冷的地方。所以现在回头看，很多争论其实都可以停了。他是不是救过企业？他是不是做过实事？他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比别人更能扛事？这些都是真的，但这些真的最后并没有保住他，因为系统最后看的不是你给谁办过事，而是你这个人到底还能不能被继续信任。这就是马兴瑞这次被定性的真正分水岭。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